上一集我哋講到毗約拿巴拉雅族入面嘅第四道門，第四道門就係咩啊？聲音啊嘛。咁我哋講過啦，聲音最神秘嘅地方咧就唔係佢響起嗰下，而係佢慢慢消失之後，你突然聽到一種無聲，一個鐘聲、一段走音、一聲都可以成為一條橋。咁由有聲行到去冇聲，由外面嘅聲行到去入面嘅聲，由耳朵聽到嘅震盪行到入去心入面嗰種安住。嗱，而今集咧第五道門咧就會由聲音轉喺一個更加貼近人嘅核心嘅位置，就係心。愛可以令自我融化，火可以令執着成灰。真正嘅心輪之門，唔係只叫你變得溫柔，而係問你：當你最執着嘅一切都燒成灰，你心入面仲剩低乜？Hello， 大家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啊！嗱，呢條片咧就唔係淨係講溫柔，亦都唔係同你講愛，都係講愛嘅，但係唔係淨係講愛啦，唔係淨係講打坐之後個人會變得好平和呢啲，唔係嘅。因為毗約拿巴拉雅族咧去到呢一度咧就有啲奇怪嘅，佢一邊同你講心間嘅溫暖同愛，一邊又突然之間講觀賞你身體由腳趾開始燃燒，一路燒到成個形體都化成灰燼。嗱，聽落就覺得，喂，啱啱你同我講心輪，下一秒你的愛火葬，係咪本書個作者傻咗啊？但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呢一集係成個系列入邊咧好關鍵嘅一條片嚟嘅，因為咧佢講緊咧兩條表面相反，但係其實咧都係融化自我嘅路。一條路係愛啦，愛令到你軟化，愛令到你放下防衛，愛令到你由外在翻去心裡面。另一條路係火，火燒走你對身體嘅執着，火燒走你對形象嘅執着，火燒走你以為我就係呢副身體嘅一個錯覺。所以呢條片咧，心輪與火之門咧，一邊係溫暖，一邊係焚燒，一邊係愛，一邊係灰燼。嗱，聽落去好矛盾嘅，但係修行其實好多時就係咁噶啦。真正深嘅地方唔一定令到你舒服㗎，有時佢會用溫柔令到你融化，亦都會用猛烈令到你冇得再扮啊。嗱，先講個心先。嗱，喺呢份講義啦，第五講入面咧，第25法就大概講啦。有福的人啊，要像專注於心一樣，直入蓮花的心中。第26法就係無心之心，保持在中心，直到嗱，呢兩個方法咧都係關於融入心間嘅。喺講義入邊解釋咧，五色即係眼耳鼻舌身，係所有向外嘅感官功能啦。但係向外嘅感官功能咧，融入心間，融入蓮花中心，人會成為有福的人。嗱，呢個講法咧好有意思嘅，因為我哋平時咧五色全部都向外噶嘛，眼向外追畫面，耳向外追聲音，鼻向外追氣味，咁你條脷就去追味道啦，身體向外追觸感、舒服同刺激。所有人其實都好散嘅，即係你表面坐喺度，但係眼想睇手機，隻耳想聽消息，個口想食嘢，咁身體想舒服，個心又想得到認同，你整個人俾外面嘅世界咧拉到散晒。而第25法咧就調翻轉同你講，佢唔叫你再向外追，佢叫你將五色收翻入去心裡面，眼唔再追畫面，耳仔唔再追聲音，身體唔再追刺激，向外散開嘅力量慢慢翻去胸口中間，翻到去蓮花之心。嗱，呢個蓮花之心咧就即係唔好理解成生理心臟先，唔係生理嘅，係一個象徵嚟嘅。蓮花係咩啊？蓮花係生於污泥，但開出清淨之花嘛。即係話心唔係冇經歷污濁，心唔係從來冇受傷，心唔係完全冇痛苦。真正嘅心係喺污泥入面仍然可以開花。嗱，呢個真係好靚啊！點解佢話有福的人咧？嗱，呢個位咧，我覺得可以好貼地嘅方式去講嘅。一個人越向外追就越缺嘅，即係你越想得到人哋認同咧，
就越驚俾人忽略；越想控制世界，你就越容易焦慮；越想證明自己，就越容易俾人一句批評打爆你。越想攞，你就越覺得唔夠。所以一個完全向外追嘅人咧，表面真係好進取啦，但係其實內在係好鬼窮。佢永遠等外面俾一樣嘢佢，俾我掌聲，俾我安全感，俾我愛，俾我成功，俾我流量，俾我面子，俾我證明我自己嘅存在。但係咧喺心裏面咧就偏偏係調翻轉，佢唔係叫你即係啲個講義唔係叫你唔要個世界，即係叫你翻去入翻去你自己嗰度先。當一個人咧能夠翻去入心裏面，佢就唔再完全靠外面去餵嘢俾佢食。你入邊咧開始有一啲溫暖啊、安定啊、柔軟或者自足咧，呢個人其實自然冇咁容易去做壞事嘅。嗱，你試諗下，一個人真正喺溫暖嘅心間入面，佢會唔會即刻會起惡念？會唔會想傷害人？會唔會想踩低人咧？其實係難嘅。嗱，講義入面咧亦都講到咧，當人融入心間、融入愛或溫暖或者神罪嘅時候，即使一個粗魯或野蠻的人，在那一刻也會變得溫柔至善並創造善的回報。嗱，呢個觀點咧好值得講，因為咧佢將打坐同人格連埋咗一齊。如果咧一個人咧打坐打到好多意象咧，但係人格咧就越嚟越尖酸刻薄，越嚟越自大，越嚟越冷酷。咁你覺得佢係入定係另一種自我膨脹咧？嗱，心間方法咧就係提醒你修行咧，唔係淨係追求能力，要翻去你個心度。如果冇心嘅話咧，第三晚就變偷窺狂，昆達里尼又變咗躁狂症，咒音就變咗炫耀技術，神秘經驗咧就變咗自大。所以咧第五道門好重要㗎，就係一個校正點。前面講呼吸能量，第三晚聲音，去到呢一度就要問啦，你個心打開咗未啊？第26個方法就講無心之心，保持在中心，直道。嗱，呢句好難，亦都好靚啦嚇。心已經好抽象啦，大佬仲要無心之心，大佬更加抽象。我會咁理解嘅，一開始你會覺得心係胸口嘅某一個中心，你可能會感覺到溫暖、柔軟或者向內嘅融入，感覺到一種被愛包圍或者自己開始有愛。但係你繼續深入，你會發覺咧個中心慢慢冇咗邊界。你本來以為心係一個點，但係你越融入嗰個點就越大，再融入個點就會變成空間，再融入就係我喺呢一度融入呢一個感覺都會冇埋。最後咧就係無心之心。嗱，唔係冇心，亦都唔係冷血，亦都唔係麻木，而係心唔再係一個固定嘅物件，心變成一種冇邊界嘅溫暖、明亮同埋存在。所以咧呢句最尾嗰兩個字啦，就係直到。直到咩啊？直到，但係講唔出㗎啦。直到概念就停咗㗎啦。直到我都冇埋。呢個咧就係佢幾有味道嘅呢一句説話，因為有啲經驗咧，你真係講唔完嘅。即係講義入面咧會提到第26個方法咧，最後只用直到去形容咧，因為語言已經冇辦法再形容到啊。佢只係一種不斷融入、不斷深入，最後連融入嘅中心都消化咗嘅狀態。有啲嘢咧唔係唔想講，係最後真係冇字可以再講。你同人講心間嘅溫暖，對方未必經驗到嘅。即係你講10萬個字咧，都只係似雞湯。但係咧，對方一經驗到咧，你唔講佢都會明嘅。好似你同一個從來未飲過凍檸茶嘅人去解釋凍檸茶好爽㗎，佢又有茶香，又有檸檬酸，啲冰又爽喎，糖水比例一流咁樣。但係其實只要佢飲一啖就明晒㗎啦，唔使講。修行有時就係咁，唔係靠講明，而係靠入去。咁講到呢度啦，如果淨係講心輪咧，呢條片就變得好似好溫柔咁。但係毗約拿拜拉雅族咧，好快就突然轉咗去火。第28個方法就講觀想從腳趾開始上升燃燒，直到你的形體化為灰燼，而你仍然存在。呢個方法咧突然變得好猛烈係嘛？即係前邊明明講緊蓮花心間溫暖同愛，呢度突然之間就由燒你腳趾開始。嗱，好似咧前面就播緊啲好輕嘅音樂，後面咧就掉你去火葬場。但係咧反而我咧呢一個安排咧，我覺得幾有智慧，因為愛咧可以融化自我，但係火可以直接燒穿你嘅執着。咁你可以問啦嚇，咁點解要觀想自己身體被燒啊？焚身似火咁啊！嗱，呢個方法咧喺佛教入面咧，其實係有類似嘅方向嘅。喺講義裏邊都有提到呢個方法咧，同南傳佛教嘅白骨觀咧係有關嘅。白骨觀咧一種係觀想身體腐爛直到啲骨啊嘛，白骨啊嘛；另一種就係觀想自己喺火葬場嘅柴堆上面，從腳趾開始燃燒，直到形體完全化成灰燼。呢類方法咧唔係為咗嚇你啦，亦都唔係嚇任何人啦。或者我要將所有嘢變得好消極啦，或者
要好憎自己身體，唔係咁嘅，唔係咁嘅。佢真正要處理嘅係我哋對身體嘅執着。人最執着係咩啊？我個樣啊，我身材，我年齡，我健康，我皮膚，我個頭髮啊，我俾人點樣睇我自己？我可唔可以老慢啲？我可唔可以永遠都有吸引力？身體係我哋最親近嘅嘢，亦都係我哋最容易誤認為我嘅嘢。喺火焰觀上咧，就直接問到啦。如果呢個身體最後化成灰，咁你而家捉得咁實嘅，到底係啲乜嘢咧？嗱，呢個問題都幾勁㗎。當然啦，呢類方法咧就唔係個慣都啱嘅。講真，如果一個人咧本身就好抑鬱啊、好驚死啊、好厭世啊，咁佢就唔一定適合呢啲咁強烈嘅方法去觀賞嘅。但係作為一個講書講方法講修行觀念，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值得講嘅，因為佢揭開咗一件事，我哋平時咧唔敢面對嘅無常。人咧就最中意扮永遠嘅啦，扮自己永遠後生，係咪？扮啲關係永遠不變，扮身體永遠屬於自己，扮今日擁有嘅一切，聽日都一定仲喺度，係咪？但係事實就係，所有形體都會變，花會謝，屋會舊，相會黃，係咪？身體會老，人會散，名聲係會過嘅。連今日好介意嗰件事，過幾年嚟都唔可能唔記得啦。火焰觀咧就係想將呢件事極端化，佢唔係溫柔咁同你講啊，人生無常啊，兄弟，唔係，佢唔係講呢啲，佢係直接話俾你聽，一切形體最後都可以成灰。呢個灰係好重要嘅，灰係代表咩啊？代表形象消失，代表冇咗界線，代表唔再分到邊一粒灰塵丁係隻手，邊一粒灰塵丁係塊面，係咪？你最執着嘅外貌你係分唔到噶啦。當一切變成灰嘅時候，你平時攬住嘅身份感，嗰種身份嗰個感覺完全被拆散。咁剩低啲咩啊？第28法就話啦，形體化成灰燼，而你嘅存在係咪？呢個就係重點啦。佢唔係想講死亡，佢係問當形體不在嘅時候，你唔再有呢個身體嘅時候，係咪仍然有一個知道喺呢一度？嗱，呢個問題咧去到一個好深嘅意義層面。我覺得心輪咧同埋火焰放埋一齊咧，其實係兩種對治自我嘅方式。第一種心輪係柔性嘅對治，你融入愛，自我慢慢變軟。你本來好硬、好防衛、好想贏、好想證明、好想控制，但係當你真係入到心間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唔係咁想打仗嘅啫。有陣時一個人咧，俾人真正感動嘅時候咧，佢個自我係會自然放低。你聽一首歌聽到眼濕濕，嗰刻你唔想同人鬥，你明唔明啊？鬥嘴又好，打交又好，乜都好，你唔想證明自己嘅，你係想覺得人原來係可以好脆弱，可以好真。呢個就係愛嘅力量。嗱，第二種就係火焰係猛烈對峙。嗱，你唔係慢慢軟化，你係直接面對。你執着嘅身體會消失，你執着嘅形象會消失，你執着嘅世界都會消失。火咧係唔同你講道理嘅。火係直接燒你嘅啫，所以火即係心同埋火咧係一柔一烈，但係個目的都係一樣，令到你唔好再執着我。心令到我融化，火令到我變成灰。一個係熱茶慢慢溶啲糖，一個係火爐直接燒啲鐵，方法唔同，但係個方向係一樣嘅。第29個方法你都可以放喺呢一集度講啦。雖然我哋今集咧就唔逐隻字喺度講啦，但係個方向其實係唔止係身體燃燒，甚至可以觀賞整個世界燃燒為灰，然後保持超然。話呢個講得仲大添。第28法係講身體化灰，第29法係講世界化灰。嗱，你可以話呢個係由個人無常擴展到宇宙無常。唔止我會變，世界都會變。唔止我身體唔可靠，我依靠嘅外在世界都唔係永恆。嗱，呢個方法非常之強大啊，好猛烈啦。但係佢背後個問題其實好清楚嘅。如果你平時依靠嘅一切係外在支撐嘅，支撐你嘅所有嘢全部消失，你仲有冇個中心喺度？你嘅錢、你嘅名、你嘅關係、你嘅身份、你嘅形象、你嘅環境，全部都係外面支撐嚟嘅。如果世界燒成灰，你仲剩低啲乜嘢？呢個問題咧，唔係要你悲觀，唔係要你揾真正唔俾外在完全摧毀嘅嘢。所以火焰嘅方法其實係一種極端嘅執着，明唔明啊？佢唔係叫你好憎個世界，佢都唔係叫你唔好以為世界永遠都俾你安全感，都唔係嘅。嗱，去到第30個方法啦，第3個方法又有另外一個轉向。第30個方法就係感覺創造充滿你嘅心間，而後化作活力嘅形態。嗱，喺呢本書入面咧就解釋啦，呢個方法指向禪定中心，感受到無形、冇畫面嘅能量運動，例如舒適、陶醉或者神醉，然後
呢一種內在嘅創造力會在心間充滿，之後才慢慢化成形態。嗱，因為前面講心輪，再講火葬，最後咧就講創造啦。嗱，唔係燒完就燒晒就冇嘅，唔係嘅。如果一切都化成灰，咁之後點咧？咁第30塊咧就似乎俾咗個方向我哋，灰燼之後創造重新由心間出現。創造重新由心間出現，呢句幾靚，好似森林大火之後，土地會再生。一段關係完結之後，人會重新理解愛。一個身份崩塌之後，你可能開始創造新嘅自己。一個執着被燒走之後，心間反而有新嘅生命力出現。所以咧，呢一條片唔係講消極，呢條片其實好完整嘅。先翻到去個深度，再等自己軟化，再面對身體同世界嘅無常。再由灰燼之後，重新感覺創造力由心間升起，哇！鳳凰再生咁嗱，唔係單純嘅死亡，係焚燒之後嘅重生。所以咧，第30個方法咧，可以成為我哋今日嘅結尾啦嚇。心咧就唔止係感情啦嚇，心係創造。當你唔再完全俾外界拉走，當你唔再死捉住身體嘅形象，當你咁面對灰燼，你心入面反而可能出現一種真正嘅活力。呢種活力唔係貪，唔係焦慮，唔係為咗證明自己，而一種更乾淨嘅創造力。嗱，講到呢度啦，我想講翻自己點樣睇呢條片先嚇。我覺得咧，心輪與火之門咧係呢7集入面最有人嘅味道啊！因為每個人咧都有心，每個人都會受過傷，每個人都會有被愛，亦都會怕失去，執着過自己嘅身體啊、樣貌啊、身份啊、關係。所以我覺得呢條片其實唔離地嘅，反而我覺得好貼地。即係你會發現好多所謂嘅修行嘅問題，最後都係心嘅問題。即係點解你想開第3眼啊？可能你係想證明自己嘅特別。點解你想有神通啊？可能你係想有安全感。你點解會怕死亡啊？可能係你太捉住個身份。你點解咁容易嬲啊？可能你個心太硬，太怕受傷。你點解成日想控制人啊？可能你入面其實好冇安全感。所以咧，心輪嘅方法咧唔係雞湯。真正心輪修行咧係你願唔願意去承認你有柔軟，你有脆弱，你有愛，你亦都有執着。然後火焰就再問你啦：如果連呢一副身體都唔係永遠嘅話，你捉住幾多嘢有咩用咧？我自己本身打坐方式咧真係有少少擊中，所以咧我會對火焰啊、死亡啊、黑暗啊、能量呢個方法咧特別有興趣嘅。但係咧睇到第5講啦，即係呢本書嘅第5講，我反而覺得咧即係提醒咗我件事嘅。激進係可以嘅，深入係可以，探索黑暗都可以，甚至乎面對死亡都可以。但係真係唔可以冇咗個心。如果你淨係追求強烈嘅經驗，但係個心冇變柔軟嘅話，咁呢個方法咧只會令到你個人更硬。但係本來已經好硬㗎啦，你嚇，但係收完之後就仲硬，幾開心。本來已經咧就覺得自己好強，收完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好特別添。本來已經咧中意操縱人嘅啦。收完之後咧，就覺得自己真係有權利去對人指指點點，咁就出事啦，所以呢集咧就提醒我啦，所有猛烈嘅方法都會有心做底，心要燒，但係心要喺度。如果冇心，火係會變成破壞；如果有心，火會變成淨化。呢個分別其實好大嘅。所以咧第5集啦，即係呢條片咧，我哋咧可以總結咗5個重點啦。第一，五識回心。嗱，眼耳鼻舌身，平時向外追嘅。心輪方法係將外散嘅感官收翻去入去蓮花心。咁第二啦，冇心之心，心咧最初就係一個中心啦，但係越深入越冇邊界，最後連我啊喺呢一度融入緊啊，呢個感覺都會冇埋。第三，心同埋人格真正融入心間，人會自然變得柔軟善良，冇咁容易起惡念。所以咧，修行唔應該淨係喺異象，要睇人格有冇被轉化。第四，火焰成灰，觀賞身體由腳趾開始燃燒，直到形體化成灰。其實咧係面對身體、形象、身份嘅無常。第五，灰燼後嘅創造，當執着被燒走，心間反而可能會出現更乾淨嘅活力，重新創造生命。呢5個加埋咧，係我個人理解嘅心輪與火之門。而呢條片最核心嘅就我覺得係愛，令到你放低防衛；火令到你放低執着。一個係溫柔地融化你，一個係猛烈地燒穿你。嗱，兩者都係指向同一件事嘅。你以為好堅固嘅我，其實係可以鬆開。鬆開之後咧，你未必會消失。你可能第一次真正有空間去愛，真正有空間去創造，真正有空間去面對無常。所以心輪與火唔係矛盾，心係花，火係煉。
花令到你柔軟，火令到你真實。下一條片咧，我哋就會由呢個心輪同火啦，轉到去一個更加深、更加圓嘅領域，就係第六道門夢、黑暗與前世之門。嗱，如果呢條片係講心龍灰燼啦，咁第六條片就係講夜晚啦，瞓覺、夢境、潛意識、黑暗閉關。嗱，黑關入面咧可能會出現好多恐懼啊、影像啊、記憶啊，甚至乎係前世記憶嘅回溯啊。喺譬如納巴拉雅族咧，後面有啲方法咧，唔再只係講喺度觀呼吸或者聲音或者觀心，唔係噶啦，佢直情咧去到最陌生嘅地帶。當你匿埋眼嘅時候，當外在世界消失，當你跌入黑暗，你入面會有啲咩浮出嚟咧？咁下條片咧，我哋就會講第六道門夢、黑暗與前世之門。哇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先。嗱，我最近咧出版咗一本電子書，就叫做《把快樂還給自己，活在當下》。內容咧係我一路收集同埋反思，點樣可以令到個心靜翻落嚟嘅一啲小練習同埋體驗。如果你覺得有共鳴嘅話，買翻本睇下都無妨啊，係咪先？唔買唔緊要㗎嚇，幫我喺嗰啲網上評論咧就話評論好睇啊，好好睇啊咁，我已經好開心㗎啦。咁所有連結咧都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㗎啦，多謝大家。咁多位朋友，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，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咧，可以 email 我嘅，咁啊約下我，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，好冇？多謝你哋。頻道嘅觀眾朋友，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，只要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，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，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，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，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。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，等緊你哋啊！